我们去机车旅行难免会遇到一些具有挑战性的路况。你的选择是不进去呢，还是把车停好，人走进去，亦或是接受挑战，把车骑进去探险？我自己是没有轻越野的爱好和习惯啦，但是遇到这种路况，我还是会选择慢慢骑进去。这个时候就觉得说如果自己的腿够长，可以骑多功能车就好了。近几年汽机车开始流行跨界风，在原本轿车或道路用车的基础上，透过这个避震器和外观上的调整，看起来有轻越野的这种风格。那主要是呢，外观上的作用比较多。那避震器大多只是增加一点离地高，和真正的多功能车还是有本质上的差距。今天来参加三洋 SYN 的 ADXTG 的试乘会，台湾也有自己国产多功能车了。从此大洋界不再只有 XADV 独领风骚。那这边是滑动路面，这边土路，那这边很多土路山的。那碎石路面说实在，我也只有在三驾中心训练的时候，我去练习过这个碎石路面。那这个会法是常态。大家好，我是奈森。我们现在来看这台车是三洋 SYN 的 ADXTG 400。那压花上面也采用很多菱格纹的压花在上面，这边也是，后面也是。来，我们来看它座高从后面看起来它的座高790，可是比我这个 Forza 750比起来的话，还是稍微有比较撑开一些，它撑开位置比较上面。所以我这个鞋子是有加高2公分，所以两边踩起来大概各踩1半左右。那我们现在看侧面大概踩1半那这个比较建议你鞋子可以垫高一点，你骑起来会比较轻松一点。那当然我是坐比较前面一些啦，如果你坐后面的话，后面会不会撑开更多？给大家参考一下。那如果坐前面的话，一般停红灯的话，我们可以坐前面一点，大家可以踩到这样子1半左右。那我们看它骑姿我们正常说骑的时候感觉像这样子那你要比较轻松的话，你可以往前踩。那后面还有个位置可以踩在后面，干什么用嘞？我们在轻越野的时候，我们会站起来这样半蹲的骑它这边有个位置可以让我们可以踩那双腿可以夹紧那你可以固定住自己。你要往上爬的时候，人要往前；下坡的时候，人要往后。是这种方式。这是比较特殊的地方。那也因这个越野的关系它的这个引擎里面有双机油棒。你在不同角度的时候，它都可以吃到机油，把它送上去。来，我们看它的大灯。这现在的大灯，远灯。近灯、双闪灯、pass 灯、方向灯、喇叭、刹车灯、双闪灯、方向灯、
来，我们看它的风镜哈，抓的是两边粗粗的地方，往上一抬。哦，它的架构跟这个 Amazing 400架构很接近，好，上下可调。好，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它照后镜，可以看它照后镜是可调的哦。哦，对不起。好，可折式照后镜，啊，它跟那个 Amazing GT、Amazing 400是一样，可折式照后镜啊。你平常没有用的时候，你钻车缝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打开来或收起来，这边可以做调整。好，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冠座哈，它这个是可以转一个方向，不是上面这两颗哦，是下面这两个座要更换，对过来，前后对调，所以你就可以省掉这个我们这个龙头加高后移的部分省掉了。哦，这边可以直接转过来就变成加高后移了，很神奇吧？来，这个电源跟这个我们有骑过 Forza 跟 XADV 的很像。好，它这边是电源开关，那可是呢，这个油箱开关哈，你电源要关闭它才能开启。好，那如果说你是电源开启的话，好，开电源哦，按油箱它不理你，好，那这个行李箱开关哦，不管你有没有通电，只要它可以感应到钥匙，它都可以打开。好，在这个地方。好，那这是它行李箱，可以靠近一点看哦。它里面的空间据说了哈，因为有媒体他们直接放那个越野帽，就是有那帽檐的那种越野帽，大型的直接整个塞进去，不用拆，整个进去。那宽度来说，它确实没有办法那么宽，所以你有可能那个蓝牙耳机需要先拔起来。哦，那这边有附一个这个钢索哦，就是你安全帽如果这边已经满了没得放的话，你放这个地方。哦，这边可以让你挂安全帽，这边可以让你多挂一个安全帽。哦，那如果你觉得一个不够，你再买。哦，跟那个原厂买一个这个装在这个地方，那你就可以挂里面一顶，另外可以挂2顶、3顶，应该用不到吧？应该是里面放行李，这边后面挂2顶吧。OK， 好，那这是它的 keyless 钥匙，那这是它里面备用钥匙，万一没有电的话，可以在它这个左边避震器下方啊，对，它已经换的位置了，避震器这个地方哦，是他们钥匙孔，就可以把它开启了。好，这边是它右把手开关哈，这是熄火开关，这边保留，因为有些国家他们还需要大灯开关。那这是启动马达。好，那这个是远灯开关。好，那这个是双闪灯，方向灯，喇叭，转过来这边 ，pass 灯。那它的左右拉杆都有4段可调，好，4段可调。来看这边。左右拉杆都可以4段可调。那除了这个电源之外，这边有一个 USB 孔，是 USB 3.0 的。好，在这个地方，这个我觉得蛮方便这个位置。好，那我们在手机如果假如装在这个地方的话，它们充电是比较方便的。那另外这个位置是它空滤，那这个位置跟那个 Forza 750 XADV 都是一样，都是装在这个地方。那相对来说，它空间比较小，就没有手套箱空间。那 XADV 它做法是这边拉宽，有一个小空间。那目前是原厂考量到是这个耐冲击性，所以它包括它这个油杯也是用这种铝合金的，不是用塑胶的，避免会有冲击性的这个问题。来，我们看它的这个前避震器哈，那它是41芯的避震器，跟 XADV 是一样，跟红牌车是一样的。那它的避震器的这个行程，它有到140。的行程，所以它行程是蛮长的。那它跟这个 XADV 的边器唯一的差别是，人家是用秀瓦的，然后这个可能成本考量没有用到秀瓦，只是差这个地方而已。那这个也是很粗重，跟红牌车是同样等级。好，那 ADV 350它是用37 mm 芯的这个倒立式前叉，那这个部分就有差一些。好，那再过来看它的这个引擎，它是采用固锁式引擎。那跟这个 TL 是很类似的，跟挡车也是一样，固锁在上面，不像一般的引擎还跟那个后轴是绑在一起，没有，它是直接后轴是后轴，引擎是引擎，把它分开的，然后透过链条去传动。那它的引擎部分呢，它是用双机油泵，为什么呢？
我们有可能上山下海、上坡下坡的时候，某个角度有可能吃机油吃不太够，润滑性会受影响。那它就解决到这个问题，它双机油泵就可以把油可以打上去。那引擎在不管什么角度，不能这样讲，上或下角度它都可以吃到足够机油去润滑。OK， 它现在这个400cc 引擎不是以前的 Mazing 400那颗引擎，而是全新设计他们称作水冷 AAE 自适应的一个引擎。那马力也可以有到35匹马力，最大扭力有到 3.8 公斤米。那这有哪些改变呢？它用了这个可变气门系统，让低转速跟高转速域都有比较好的输出表现，然后也比较省油。另外呢，它有双平衡轴的设计，那可以降低大排气量单缸引擎的震动。最后它用的是湿式离合器，跟 TL 一样，那可以有效降低这个起步抖动的问题，也避免说在越野的过程中呢烧离合器这种状况，爬坡烧离合器这种状况。好，那这台车是具有一定的涉水能力，所以它这边贴一个贴纸在这边，就代表你最高的水位就到这个地方就好了，你不要超过这个贴纸。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是它的一个传动的进气，因为传动它会发热，所以它需要有吸空气去降热，降温。那之前像 TL 他们在下面，或者是像那个一般的Mazing 400他们在下面，那它把它拉到上面，所以它就比较有涉水能力。那这个空裂位置在这边也是一样，为了比较好的一个避免把水吸进去，引擎做比较高。好，这是它侧柱，可以注意看到它没有连接钢索，所以它没有侧柱刹车。BNC 采用和中高阶重机同级的多连杆中置避震器。那预载调整在这个地方，上面的地方采用双螺母方式来做调整。那后脚踏并不是速克达流行这种飞旋踏板，而是比照重机挡车这种用拉出来的方式。上面还有脚踏橡皮，用来防滑吸震。铝合金后摇背采用是镂空的设计，呈现出它结构性。那轮框采用左右细幅的设计转起来的时候，营造出一点点钢丝框的味道。前后轮尺寸分别是前轮120/70R15，后轮150/70R14，原厂排气管直接翘得比大排还要高，这也是为了涉水的设计，而且前中段都是不锈钢的材质。那踏板后侧有防滑设计，那这些设计我们在越野的时候可以用半蹲马步站起来骑的时候脚踩的位置。走喽，开始去实际试驾了。这次试驾路线会先跑一段柏油路，山区路线有左右蜿蜒、高低起伏。进入特定区域之后，会有碎石路面、水泥路面，还有落叶产业道路、土路和颠簸路面。那这些呢，都是山区旅游经常遇到路况。拉力高，真的可以影响到这个感觉。倾角变很大，跟挡车差不多。然后车子做的很瘦，给人感觉是这样子。那我是跟 HITT 做比较，那感觉起来它的这个车身呢比较高，在转弯的时候它倾角可以更大。车身感觉比较瘦，如果有经过 HITT 或多把清理的话，你感觉它那种车比较宽。那它跟 HITT 很相似，跟宽把特定。宽把特定你在转弯的时候，只要它站很大，对，我们回套压一下，它车就直接开转向。那我们现在带队的是有火花的。现在进到的是碎石路面。那走这种碎石跟沙砾路面呢，轮子会牵引会滑，是很正常的。那你要注意的是稳定度。
那个水泥路面，我们在山路探险的时候，经常遇到这种的，司马库斯啊，台东华园观景台，就是这种的。这种硬式路面震动也比较强一点，这种 ADV 架构的它避震器就会比较那个吸震效果比较强。在这种地面上有落叶啊、碎石啊这种形态啊。多功能车遇到这种路况就是站起来骑，站起来骑好处就是比较不会受到颠簸路面的影响。这种路面是多功能车比较占优势，它在一般道路和恶劣路面都可以超驾。那现在这台是三阳的4乘车所以我会比较保守。如果是熟悉之后呢？超驾起来应该更轻松。刚刚这个斜坡走山路会遇到这种比较斜陡坡，所以多功能车的机油棒为什么需要2个？就是避免上下坡的时候吸到机油，影响润滑效果。要帮忙吗？来，那这边会滑动路面。这边土路，那这边很多土路山的，那碎石路面说实在，我也只有在山架中心训练的时候，我去练习过这个碎石路面。那这个会滑是常态。我们现在试一下动力滑胎我先是从头打死，稍微滑一个角度，不行，太滑。看一下那边可不可以？再次来测试动力滑胎，倾斜角度不够，怕倒车。怠速的时候震动不明显，注意看我手臂的震动。打到树叶，这是为什么多功能车会装把手护罩原因。
这感觉已经有到接近挡车型的这种多功能车的效果了。那以这种挡车型的多功能车算起来的话，它就只差这个挂3箱。听说这个到时候副厂改装厂他们会出相关的套件。这些路面和碎石路面对前轮的影响很大，还是稳住，回到指定的路线上。那宽把好处之后，车头在晃的时候，你比较好可以把车身给稳定住。接下来我们邀请到2位来宾来分享一下他们试驾之后的心得感想。嗨，我们现在邀请到小老婆的卡普，我们想问一下，这台车你骑起来感觉怎么样？如果是越野来讲，我觉得很棒。它的后避震的设定啊，跟那个后摇臂的反应，就其实跟一般的挡车跟 ADV 车其实没有差太多。哦，这样子。对。所以你是说 ADV 是那种大台那种？对，多功能车。挡车那种的。对，挡车。那它因为它这种固锁式引擎，加上它这个后面中置多连杆，所以你在骑乘它的吸震跟贴地性非常的好。那这个有别于传统那种双枪，然后 CVT 整个引擎变速箱挂在后面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它的反应是好的哦，非常好，然后骑乘感也很棒。那有人说它的架构是仿照那个 SADV 整个做出来，那你感觉呢？我觉得这种东西没有什么好不好，那你甚至可以把它看成就是它是 ADV 750的减配版、缩小版，也没有说的是减配版，因为引擎双缸变单缸嘛，然后价格至少砍一半以上，砍一半呢？对啊，那所以但是那个乐趣感觉上是差不会太多，除了它的因为受限于动力嘛，排气量的关系，所以那个动力的感受当然没有像 XADV 750这么的丰富，但我觉得够用了，初学者来讲够用。而且单缸保养也便宜啊。对啊，保养便宜。所以这车可以买，不要再纠结价钱了，真的。大家纠结价钱，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谢谢，不客气，谢谢。嗨 ，Hello， 我们刚已经试车完了。那我们刚刚试车有柏油路面、水泥路面、碎石路面、砂石路面，还有跟那个土路。那土路今天运气算不错，是干的，所以比较好走，算好骑，算好走的。那我们今天邀请到这个 XADV 的车主，刚好跟这台车做比较一下。那我们欢迎 Kevin。好，大家好，我是 Kevin。那这次很荣幸让骑士耐森找我一起来试驾这台那个三洋新推出的剑齿5的这台车。那首先我先讲，它跟 XADV 的属性还是有点的差别。那可能它的车轻，然后它的操作也非常的灵活。其实刚刚在跑的路程中，它的爬坡、它的表现的力道，确实是完全可以胜任。然后，但是其实上我会感觉它比较不像黄牌或者是那个重车的部分，它给我驾驶上的感觉有点像大台的白车，然后非常的灵活，非常的轻巧。那刚刚在跑的路途中呢，大概只有碎石路的部分的话，我比较没有那么大的有把握。那可能是因为它车重比较轻嘛，然后总觉得它的后轮会比较容易飘，所以可能就是它的坐姿的调整的幅度上确实是略逊于 XADV， 因为可能是它的车长的问题，或者它的坐垫的配置的问题，所以我的重心在转移上就不是那么的容易。以上是我大致上的认为。谢谢 Kevin， 拜拜。我自己试驾心得是它离地高真的对那个倾角很有帮助，倾角可以到很大，跟挡车差不多。那整台车给我感受是很瘦很轻巧。那我是跟 XADV 做的比较啦，
XADV 跟 Forza 750感觉会比较宽，那也比较重，还有它的车把手也是属于比较宽把的，跟 XADV 如出一辙。把手压一下车身就很容易开始倾倒和转向。那不光是如此在碎石路面这种容易偏滑路况宽把也有助于前轮的方向控制。这也是为什么多功能车通常采用宽把设定的原因。那另外有媒体他们交叉试乘 ADV 350后发现，两者前轮稳定度差很多。这就是 ADXTG 铝合金双三角台和41 mini 倒立式前刹发挥作用。铝合金三角台的好处是重量更轻，强度更强。那41 mini 倒叉基本上已经是中高阶重机的标配，只有少数特殊车款上面会用到43 mini 的规格。再来是后轮多连杆中置避震器透过多连杆结构，让后轮在过弯时候能够保有足够的稳定性。那另外也透过干港比例关系，很短的避震器行程就可以对应到很大的后轮吸震范围，舒适度也会明显提升，也因此几乎是多功能车和越野车的标配。那中高阶重机也采用类似的设定。爬坡吹油时候的引擎震动和 Mazing 400的感受差不多，甚至更直接一些。还好新款引擎有平衡轴的设计，所以它怠速的时候只有启动的时候有感，其他时候怠速震动不明显。进到碎石路面之后呢，前后轮的滑动是常态，但只要习惯这种超驾模式之后，就会发现这台车和 XADV 都属于龙头比较容易操控和稳定的车种。只要稳定住龙头和车身方向，就可以顺利骑到预定的目标。那跨界风格车款就必须用更保守的骑乘方式，才能稳定住控制行进方向。那这也是最大的差别那很多网友会喜欢拿 ADV 350来比价格那我只能说ADV 350是属于跨界风格车款，并不能算是多功能车。那目前 ADXTG 400它这台算是 XADV 之外的唯二多功能大洋。那一定会有人说纯挡车型的多功能车不好吗？干嘛选大洋？那老实说我换过很多款车，骑来骑去还是大洋的骑姿变化性最大。长途骑乘的时候，我可以把脚踩在最前面，像美式机车的骑乘方式。那也可以踩在中间，那避免腿部缺少活动而僵硬。那踏板的后段有防滑齿纹，那这是设计给颠簸路面或是轻越的时候，需要站起来半蹲骑的时候使用。那另外在连续弯路踩这个位置也有助于重心的快速转移。但传统大洋在过弯倾角方面大多比较偏小一些，倾角大的坐高对我来说就太吃力了。那之前 XADV 是我的首选，但是也是碍于身高和身材的问题放弃，改选坐高比较低的 Forza 750。那个时候如果有 ADXTG 的话，那可能又是不一样的考量点有人说多功能车和跨界车款有什么不一样？那这两者会有本质上的不同。跨界车款是在原本道路版的车款上面，透过外观件的一些改变，然后把预验器行程略微增加，然后来增加它离地高，营造出这种跨界风格。但是本质上还是偏向道路和通行使用。那多功能车呢，则偏向于更多探险和冒险用途。它是可以在道路上，也可以在野外骑乘交通工具，甚至于更适合长途旅行。那具备良好的行李载运能力。重机方面是以 BMW 大鸟 GS 车款和 Honda 的这个非洲双尾标杆。那多功能大洋呢，则是以 XADV 为标杆。那现在的 ADXTG 呢，也可以算是小 XADV。外观尺码小一号，轮胎也比较小，引擎动力也比较小，配备简化一点，这样价格直接砍一半呢。如果山间小路产业道路也是你的探险路线，懒得把车丢在外面用走得进去，那多功能车是相当值得参考的。不得不说三洋这一次的车款策略很大胆，有点像当年 Honda 推出 XADV 的时候一样。懂多功能车的人会压抑，哇，价格怎么便宜啊？不懂的人会拿它跟跨界风车款来做比价，一堆人还嫌贵啊。现在首购优惠价只要 XADV 的一半
24万8千元，还可以30期零利率。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到店头去看一看这台车。感谢各位的观看，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每一个留言我都会看。喜欢今天这个影片的请记得按赞、订阅和分享。我们下一次见了，拜拜。